50岁的朴树，在这20多年里，经过了哪些人事坎坷呢？我们知道的不多，但都明显感觉到，那个只顾埋头搞音乐的少年，变成了要钱不要命的疯子。可我们却无法苛责于他，只想他能多休息一下，多保重身体。此前，朴树在上海草莓音乐节现场演唱了许多首经典曲目，唱到中途，与台下歌迷闲聊间隙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小袋食品吃。一直关注他的粉丝说，他身体不好，一直呕吐，后面才偶尔能吃一些流食。他也毫不遮掩，坦诚自己在登台前大病了一场，吐了整整3天，基本上是吃什么吐什么，只能吃流食。医生明确告诉他，想要活命就取消演出，可他拒绝了，因为缺钱。他说，乐队这2年没有收入，他必须担起责任，站在舞台上。有歌迷统计，从3月初到5月底，他一共有18场演出。因为赚钱，他累病了。可从前，他是一个把钱财当身外之物的人。高晓松问他借钱，开口要15万，他只回了2个字账号，就把钱打过去了。随手就借给租房的邻居少年30万，结果对方拿着钱就跑了。1999年，他发行自己的第1张专辑，卖出30多万张，他一夜爆红。公司给他安排宣传，春晚舞台召唤他，这些都能让他的事业再登高峰，赚更多的钱。可他拒绝到处做宣传，为此不惜称病，哪怕去了也很少讲话。勉强答应上春晚后，临到演播大厅门口，他又不想去了。经纪公司把他大骂一顿，他才硬着头皮上。春晚后，他更火了，有人找到他，让他唱3首歌，就给他1套房，他拒绝了。他不想再演出，甚至连写歌都慢了下来。直到2003年，他30岁那年，才出了第2张专辑《生如夏花》。凭借这张专辑，他拿下多个大奖，演出身价成为全国前3。紧接着，公司给他安排全国52个城市演出，安排他参加节目。他尝试过，但内心排斥，就在如日中天之时，暂别音乐圈。在郊区租房子，养2只狗，慢慢的写歌，生活简简单单。谁都没有想到，他下一次出专辑竟然要等到11年之后。2014年，他携《平凡之路》而来，人生的真相都在这首歌里了。会有高光时刻，可一切荣华皆会消散。会跨越山河大山人海，看着广袤的世界，寻找心中的梦。也会失落迷茫，然后跌跌撞撞，发现自己所求的答案往往在平凡的日常里。那时的朴树从不为钱而烦恼，其实现在他也可以选择不用为钱而烦恼。他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过的就是衣食无忧的生活。父亲朴祖荫是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发起人之一，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，北京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妈妈刘萍曾任教于北大，是我国首代计算机女工程师。她自己出过多首经典歌曲，如《生如夏花》《平凡之路》《白桦林》，卖唱片、卖版权，收入不菲。他无儿无女，也没有买房，而是与妻子租房生活。他完全可以像自己想要的那样说，不理世俗烦恼，只沉醉于创作音乐，慢慢写歌，慢慢生活。可他偏偏换了一种方式生活，为赚钱不顾一切。以前他是一个人写歌、唱歌，后来他组建了乐队。自此，他知道了钱很重要。他希望乐队成员都能生活富足，事业有成，便将乐队兴衰的责任扛到了肩头。乐队成立的第2年，吉他手程心被确诊胰腺癌晚期。朴树带着他天南地北的求医问药，虽知希望渺茫，但仍旧不肯放弃。经纪人劝他，程心几个月的治疗费就要花掉你几年的收入，要想清楚了，你卡里的钱根本不够。他说，不够我们就去签公司，先卖身。跟治病救人比，合约算什么？可程心还是走了。最后朴树问他，
有什么心愿，他放心不下母亲。朴树承诺他会帮他照顾好他妈妈。此后，朴树只要有演出，都会给程心妈妈寄钱，从未间断。他还偷偷为学校捐款盖楼。慢慢的，他缺钱了，为了赚钱上节目接商演。若换成别人，如此拼命捞金，一定会换来谴责。可朴树是个例外，大家都知道，他缺钱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音乐，为了乐队，为了更多的人。据说，曾经有不少品牌方愿意花很高的价钱，请他在年会上唱歌，但不能带乐队。朴树果断拒绝了，因为他承诺过，不会瞒着乐队成员接商演。他曾说过，我不排斥钱，我也想很有钱，想衣食无忧，想没有任何生存压力，但我考虑更多的是怎样才能可持续性发展。他不在乎一时的名利，而是对音乐、乐队和未来负责。乐队发展需要钱，他就妥协，上节目、接商演挣钱，钱挣得差不多了，就停下来好好做音乐。站上舞台就全情投入，享受那一刻，哪怕是病痛缠身也绝不敷衍。前段时间在成都的演唱会，去了现场的粉丝表示，本来安排了40分钟的演出时长，但他唱了快1个小时，直到被主办方中断才结束。甚至他都做好了死在舞台上的准备。他说，我怕自己隔在这儿，所以穿了件漂亮的毛衣。时光匆匆，50岁的朴树已走过半生。不论他是拒绝宣传自己，只埋头创作音乐的少年，还是扛起更多责任，变成为了钱不要命的疯子，本质上朴树始终都是那个为音乐拼尽全力的人。